我叫苏小九，天生力大无穷。原本只是个为了给妹妹筹要钱，卖身进顾家的丫鬟，顺手接了个伺候瘸腿大少爷的活，没想到拿着大少爷打起架来，还挺切手。一路机缘巧合，我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，还混成了督军府的名誉少将。最后，我不仅赚到了钱，治好了妹妹，还把这首富少爷风风光光的娶进了门。但是我没想到婚后，起这么早干什么？再陪我躺会儿。顾少廷，你起开，像块狗皮膏药一样，别耽误我清点价钱。哎呦，我的财神爷！我无碍，夫人臂力还是一如既往的惊人。吓着啦，以后乖乖听话，老娘罩着你。少爷、少奶奶，快些去前厅吧，老爷和夫人已经在等着喝心腹茶了。不过什么？听说二房老爷晚些时候也要过来，还说要给您送份大礼。送礼？好啊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大礼。爹娘，请喝茶。祝二老福如东海，财源广进。傻孩子，咱们家不行拜山头这一套，快起来，站着敬就行。爹，您先喝茶。娘，你也喝茶。好孩子，小九啊，除了这个红包，少廷这小子也专门给你备了一份礼物呢。他铁树开花了，我不信。谁特意给你准备的？路边看着顺眼，随便买的，拿着玩去吧。哇，纯金的！这路边摊在哪儿？顾少廷，你终于大方了一回。老爷，不好了！二老爷带着人闯进来了！大哥，这顾家都要败在你手里了，你还有心思吃早饭？老二，你发什么疯？大清早就来我家摔摔打打！你家？这顾家可不是你一个人。大哥，你自己看看这账本。南区的3个布庄，短短1个月内出现了整整10万大洋的亏空。这上个月对账明明还是盈利的。老二，这南区的铺子一直是你负责进货，你现在跑来倒打一耙。大嫂，这账本上白纸黑字，分明是你们大房经营不善，被人掏空了家底。一派胡言！我们大房的人怎么可能连自家的账都看不住？看账？就凭少廷这身子骨，还是凭你刚娶进门的这个乡下丫头？大哥大嫂，今天我就给你们指条明路。这位是我娘家的外甥女如烟，自小养在我房里，跟半个顾家人没区别。伯父好，伯母好。你娘家的亲戚，她能有什么本事？大嫂，如烟可是刚从国外念书回来的高材生，人家学的是经济，查这几个布庄的亏余，还不是手到擒来。既然大房管不好家，那就应该立刻交出对账钥匙和掌家印章。大伯父，既然您精力不济，那这账房钥匙以后就由如烟代为保管了。你们欺人太甚！啊，顾家的账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外星人来算了？没规矩的东西，男人义士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女人插手？把账本放下！你一个乡下野丫头，大字都不识几个，会看什么账本？乡下丫头怎么了？今天我还就真得看看这账本上到底绣了什么花，能平白无故少10万大洋。我的个乖乖，这都写的什么鸟语？字拆开我都认识，合在一起简直像天书，这怎么看啊？怎么不说话了？看懂了吗？看不懂就趁早滚一边去！顾少廷，别看戏了，赶紧帮忙。第3页，松江棉布竞价每匹虚高了2成。第8页，码头工人的开支都报了500大洋。
二叔，你这账做的也太假了吧？真拿我们当傻子糊弄呢？你看这第3页，松江棉布的进价，每匹足足虚高了2成。还有这第8页，码头搬运工的工钱，居然多报了500大洋。这钱难道长翅膀飞进狗肚子里了？你胡说八道，这是正常的市价变动。往下翻，最后一页，有3万大洋做平了账，钱去了城南的地下钱庄。市价变动？那这最后一笔怎么解释？3万大洋的流水根本没进公账，而是去了城南的地下钱庄。二叔，你这是拿顾家的钱投进钱庄，干了什么黑心生意啊？我没有，大哥，你听我解释。老二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就你这点花肠子，还想来管顾家的账，你配吗？我的脚！滚！苏小九，你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敢坏我的好事！你们大方别得意的太早，明天我就让你们鸡犬不宁！小九啊，娘真是没看错你，你这丫头不仅力气大，能护着少廷，这脑子也转得快。刚才那几笔账算得真是漂亮，可把咱们大房的脸面全挣回来了。是啊，要不是小九今天识破了老二的诡计，那张家印章恐怕真得被他们抢走。小九，你今天立了大功。那是，爹娘，你们放心，有我在，谁也别想从咱们顾家口袋里抠走1个大洋。说得对，也不看看是谁的老婆，我夫人就是威武。夫人今天查账辛苦了，我给你好好捏捏肩，力道怎么样？左边点，再用点力。老爷，那个乡下丫头到底什么来头？不仅力气大如牛，还能一眼看穿咱们做的假账。现在涨价钥匙没要过来，咱们那3万大洋的高利贷窟窿怎么补？既然明着玩心眼玩不过，那就换个法子，从内部瓦解他们。如烟，你年轻漂亮，又读过书，那苏小九就是个粗鼻的母老虎，顾少廷怎么可能真喜欢她？肯定早就腻了。二姨，您的意思是？你先这样。二姨放心，如烟知道该怎么做，我这就去准备。你立刻去城南，给我调20个地痞过来，悄悄潜伏在故宫馆外围。是。如烟这丫头身段好，我就不信顾少廷年纪轻轻、气血方刚的不上钩，到时候孤男寡女的，他长8张嘴也说不清。表哥，你刚接手家里的生意，肯定辛苦了。这是如烟特地为你熬的参汤，你快趁热喝，补补身子。放桌上，出去。放肆！表哥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的脚崴了。老婆，表妹好凶啊！她端着开水往我身上泼，是想把我烫毁容啊！吓得我站都站不稳了。如烟表妹，我家的地板很滑吗？连个碗都端不稳，要不要我把你送到下房，让丫鬟婆婆好好教教你规矩？没用的东西！苏小九，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我刚才在门外看得清清楚楚，分明是你嫉妒成性，看如烟年轻漂亮，不仅故意推倒她，还想拿开水往她身上泼。你这个毒妇，是要动手毁容杀人啊！真晦气，衣服都弄脏了。我去换件衣服，你在这看着他们演，别让人把你给吃了。等一下，干嘛？还有什么事儿？我这件外套也脏了，你上去换衣服的时候，顺便去衣柜里帮我也拿一件新的外套下来。但是，你拿衣服就拿衣服，绝对不要拉开我衣柜最底下的那个抽屉，听到没有？毛病，谁稀罕看你的破抽屉，里面还能藏着金条不成？大哥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！你看看你管的好家，纵容一个乡来的野丫头在公馆里作威作风，不仅插手咱们男人的账房，现在更是动手残害亲戚。这顾家的规矩是不是全被狗吃了？二，
你少在这里贼喊捉贼！你以为我老糊涂了吗？你们二房送这个女人过来，穿成这副狐媚样子，端着汤往少廷怀里扑，安的什么心？你们自己清楚。好得很。既然大哥连亲情都不顾了，那就别怪我今天不讲规矩。都别动，老实点，全给我抱头蹲下！天哪，这是出什么事了？老二，你疯了吗？带这么多人拿着凶器闯进主家，你想造反吗？造反？大哥，我这叫拨乱反正。你现在立刻签字，把顾家的大权交给我来打理，然后让少廷签了这份文书，今天就把如烟纳进门。二叔，大白天的你还没睡醒吧？想往我房里塞人，做梦！少廷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既然你不肯纳妾，那就签了这封休书。把苏小九那个惹是生非的乡下丫头给我赶出顾家！顾家的大权和顾家的媳妇儿，你一样都拿不走。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敢不敢动我顾少廷一下。去，把家法抬上来。不行，二老爷这是要造反啊！我得赶紧去告诉少奶奶。顾少廷刚才那副扭扭捏捏的样子，还不让我看底下的抽屉。我今天倒要看看这大少爷背地里到底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宝贝。小九，我来了。哎呦喂，没看出来啊！这大少爷平时天天穿着个黑西装装酷，私底下居然玩得这么花。少奶奶，别笑了，您快点出去看看吧，出大事子了！慌什么？有话好好说。二老爷带了几十个拿着棍子的打手，把整个院子和客厅全给围了。他们刚才推倒了老爷，还让人抬出了带铁刺的皮鞭，说要打死少爷。带铁刺的皮鞭，敢动我苏小九的人，我看他是活腻了。二叔，今天你要是打不死我，明天我就让你在街上要饭！狂妄的小子，不见棺材不掉泪！给我狠狠的打，打到他肯签字为止！我看他的骨头到底有多硬！没吃饭吗？就这点力气也敢出来给人当打手？反了！反了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全给我上！把这丫头按住！谁打断她一条腿，我赏100块大洋！你要干什么？我可是你的长辈。二叔，您刚才说顾家的规矩是什么？没规矩，顾家没规矩。小九，你别冲动，二叔跟你开玩笑的。少爷，您交代的证据，属下全查清了。二叔，你以为我这1个月什么都没干吗？你挪用南区布庄的公款，去城南放高利贷，这还只是小头。你在外面勾结地匪黑帮，利用顾家跑南洋的货船走私烟土。老二，你这个畜生！顾家祖训绝不碰烟土，你这是要害死全族啊！这些罪者，我今天只要交到巡捕府。二叔，你这辈子就准备在牢里蹲到死吗？你个杀千刀的，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你走私烟土，这是要连累我们全家被枪毙啊！完了，二房这座靠山彻底倒了，我不能跟着他们一起死。表哥，你饶了我吧！我都是被二
别拿你的脏手碰我！表哥，求你网开一面，如烟不要什么名分了，求你把我留在故宫馆，哪怕当个洗脚的丫鬟也行。保镖，叫什么保镖？我来。放开我！你这个蠢货！故宫馆的丫鬟可是要干粗活的，你这娇滴滴的狐狸精，连个碗都端不稳。我们家可不养闲人。巡捕房的人还有10分钟就到。二叔如果不想戴着手铐从正门押出去游街，我劝你现在就滚。走，我们走。你念在父母的份上，别把证据交上。行啊，顾少廷，算计得挺深，连巡捕房都搬出来了。对付这种人，不用点手段怎么行？哦，手段？我记得刚才我上楼前，某人扭扭捏捏的交代我，说什么衣服可以拿，但抽屉绝对不能看。你翻我抽屉了？这衬衫挺有品味啊，深 V 的。那都是外国客户硬塞的礼物，西方人不懂规矩，我从来没穿过，甚至不知道佣人把它们塞在那里。给我参谋参谋，你们西方人要是惹老婆生气了，除了砸钱，还有什么讨她开心的法子？亲爱的少廷哥哥，相信我，女人都喜欢帅气美丽的男人。这是我们西方最流行的战袍，你穿上它，神仙姐姐一定会为你疯狂的。客户送的，行啊，既然人家一番心意，浪费了多可惜。去，现在就给我换上。苏小九别闹了，大白天的穿成这样成何体统？你是自己去换，还是我亲自动手帮你扒了换？磨蹭什么呢？一个大男人换个衣服害羞啊？谁害羞了？我只是在想，这颜色会不会太艳了？顾少廷，你也有今天！不要排脸。还行，这钱没白花，勉强能看。以后在家里，你就给我穿这身。你不要得寸进尺。少奶奶，老爷和夫人请您和少爷去一趟正厅。啊！我什么都没看见，对不起少爷。苏小九，这笔账我晚上再给你算。走，去正厅。小九啊，这2天多亏了你，咱们大房才没被那群豺狼不冒吃干抹净。我和你爹年纪大了，手段不够狠，对付不了外面那些恶人。从今天起，顾家这个家就交由你和少廷来当。哇，这么多商铺，就归我管了。爹娘，你们放心养老，有我苏小九在，保证把顾家的生意做大做强，赚他个盆满钵满。我们发财啦！这孩子。老板，给我盛2斤刚出锅的，多放点糖。好嘞，您稍等，马上就好。那边闹哄哄的干什么呢？是北方军的装甲车，快躲开！哎呀，我的摊子！让开，都给我滚开！少帅的车队也敢挡！没长眼睛的畜生，连孩子都踩！给我趴下！这女人够野。拿去吃，别哭了。小姑娘，身手不错，这根金条算是本少帅赏你的。真金白银，那我就替这街上的百姓谢谢这位少帅的赏了。赏钱归赏钱，
规矩归规矩，你这3辆铁皮王八车横在马路中间，挡了整条街的道，影响了商贩们做生意。我数3个数，赶紧让你的人把车挪走，否则本掌柜就要按时辰收你占地费，1辆车1小时10块大洋，概不赊账。放肆！哪里来的刁妇，敢对少帅无礼！我这就毙了他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把枪收起来。有点意思，这丫头我要定了。去，立刻发电报，动用 S 市所有的暗线。少帅，霍大帅那边派了人来，还在等咱们去督军府谈军火生意。军火的事让他等着，几条破墙哪有女人重要？半个时辰内，我要看到那个徒手拴马的姑娘的全部底细。今天这趟街没白逛，白捡一根大金江。夫人好本事啊！出门逛个街都有野男人上赶着送金条，不知道是哪家的阔少，出手这么大方。什么野男人阔少的，又是一个脑子不太好使的兵头子，开着车队惊了马，差点踩了路边的孩子，被我收拾了一顿。这金条全当是他给的赔罪了。夫人现在掌了顾家的大权，咱们金库里多的是金条，怎么还稀罕外人给的？那些舞刀弄枪的最不讲理，万一伤着你，我可是会心疼的。以后离他们远点。行行行，都听你的，我可是堂堂少将，谁伤得了我？不过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以后绕着他们走就是了。少帅，查清楚了，说哪家的千金？他叫苏小九，不仅是督军府挂名的少将，而且他就是 S 市首富顾家长孙顾少廷刚过门的新婚妻子，如今已经掌管了顾家大权。结了婚又怎么样？顾少廷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个满身铜鸡味的商人。本少帅看上的女人，就算是抢，也要抢回北方。不错不错，这个月的流水翻了一番，照这个势头，年底能多开2家分炕。兄长，北方军办差，钱大人等都给我出去！你算什么东西，敢在我的地盘撒野！这么多金条，听说这百货大楼是你管的，本少帅今天用这1箱金条把你这儿包了。拿几根破铜烂铁就想包我的场子？你当我是没见过世面的叫花子？哟，还真是足金。还以为多难搞，原来只要拿钱就可以。这下好定。你个败家玩意儿，钱多烧得慌是不是？你赶走我那么多大户，坏了我铺子的商誉。这点金子，连我百货大楼半个月的流水都填不上，少在这挡本掌柜的财路。你有病吧？抢沾了口水的金子，变态啊！这根金条没收，就当是你今天惊吓我顾客的损失费。小崔，走，看着他就倒胃口。有脾气，走，跟上他。老板，再加个煎蛋。老板，这个银元宝赏你了。从今天起，这个面摊我包了，专门给苏小九做饭。这败家崽又来分钱了，不拿白不拿。这疯狗居然追到街上来了。老婆，顾少廷，你怎么来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我来接你回家，可是这些人身上一股子烟味儿，熏得我胸口发闷，头晕眼花。你个暴发户，吃了别带这么多西烟的人干嘛？熏坏了我家少爷，他要是病倒了，谁给我挣钱？这医药费你赔得起吗？赶紧带着你的人滚蛋！顾少廷，外界传你是个枭雄，我看你就是个只会躲在女人背后的软饭男，算什么男人？我有老婆护着，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哦，我忘了，你没老婆。顾少营，是个男人就出来跟我单挑，躲在女人背后算什么本事？神经病啊！吵架就吵架，砸什么桌子？少奶奶，您从天刚亮就算到现在，歇会儿喝口粥吧。不歇。你懂什么？以前的事没钱算。自从前2天顾少廷手把手教了我这查账算盘的门道，我算是彻底开窍了。这算盘珠子一响，可全都是白花花的大洋啊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我的粥！本掌柜算
少帅神威，百步穿杨。苏姑娘，早啊！看到没？本少帅的枪法，放眼整个北方都没人比得上。跟着那个小白脸有什么前途？跟着我，这天下的东西你随便挑。找我算账，毁我账本，断我财路，我管你穿不穿杨！少奶奶，您当心点，他们手里有枪啊！枪，今天非把他连人带枪一起撅折了！干什么呢？退后！苏姑娘，是不是被本少帅的枪法折服了？只要你点个头。大胆！你想干什么？一大清早在民宅门口放枪，扰民费100大洋，下耽误了我算账，误乖公费500大洋，把门前弄得乌烟瘴气，清理费200大洋。再敢在姑奶奶家门口放空炮，下次我就把你跟那个沙袋一样扔进黄浦江喂鱼。赶紧带着你的人滚蛋！好本事，好脾气，太野了，够味儿！哈哈哈，老子就喜欢这种带刺的玫瑰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都出来干活吧。外面那个神经病被我骂停了。真是倒霉催的，那一本账我都快算到底了，现在又得从头拨算盘。老婆别生气，喝口茶润润嗓子，这可是千金难买的好茶。为了个不长眼的粗人动怒，不值当。这人简直像块狗皮膏药，骂都骂不走。外头的事交给我来处理，我保证他连咱们家大门朝哪开都没空惦记。真当我顾少廷是个只会喝茶的软柿子？这莽夫既然喜欢仗着枪炮显摆，那我就让他知道，到底谁才是这块地盘的主人。阿强，少爷，您吩咐。动用商会的一切资源，启动1级戒严，从现在起全面切断贺连峰在南方的一切交易。少爷，您的意思是？通知码头的货运工会，北方军那批刚到港的进口柴油发电机和军用吉普车配件，以手续不全为由，全部扣押在海关仓库。没有我的手令，谁敢装卸一个螺丝钉，以后就不用在 S 市混了。咱们如果强行扣下，恐怕会起冲突。没有恐怕，他们敢开枪，就让巡捕房去交涉。我要让他贺连峰知道，在 S 市得罪我顾少仪，他的枪就是一堆烧火笨，立刻去办。是。少帅，少帅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下来了！没出息的东西！天真的塌了！我们在码头等着装车的军需物资全被扣下了。谁敢扣本少帅的货？是顾家商行，他们不仅扣了货，还不许商会再给咱们卖东西。现在连码头的工人都不敢给咱们扛包了，咱们在南方捞不到1分的好处了。少帅，咱们的船全被扣在黄浦江外海了。顾家切断了发电机和药品的供应链，还放话出去，谁敢跟北方军做生意，就是跟顾家商会作对。好一个顾少廷，本少帅还以为他有什么通天的手段，原来就是这种商人常用的下作技人。他以为断了几条船就能逼我低头。可是少帅，我们确实急需那派发电机。急什么？顾少爷这是怕了，他只会躲在背后玩阴谋，根本不敢跟我正面硬碰硬。他越是心虚，本少帅就越要把他的女人抢过来。把东西抬下来！开箱！我的老天爷，那一箱箱的全是金子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金子。这北方来的少帅，怕不是把家都搬来了吧？顾少廷，你个缩头乌龟，给我听着！本少帅知道你在里面。这5箱纯金是我贺连峰给苏姑娘下的聘礼，你今天立刻签了离婚书，让苏小九跟我走。只要你放人，这5箱金条就是你的遮羞费。大
中午的浩桑啊，还让不让人？这么多金条，这得买多少条街啊？哎呦喂，纯金，全是真金啊！这顾家少奶奶好歹是 S 市首富的夫人，怎么一副8辈子没见过钱的模样？这丫头看到钱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。也罢，有人上赶着送钱给夫人花，我拦着干什么？小翠，快！哎，少奶奶要拿扫帚赶人吗？赶什么人？把你家少奶奶书桌抽屉里那方杜军府赐的少将大印给我拿出来，再带上笔墨。知道了，少奶奶。今天可是碰上散财童子了，得接客。看来老子猜的没错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什么首富夫人，什么督军少将，还不是得乖乖低头改嫁？怎么样，小九？只要你踹了顾少廷，跟了我，别说这5箱金条，北方的金矿，只要你开口，随便你挑。少奶奶，东西拿来了，起开，别挡光。拿好你的收据。收据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各位街坊邻居，大家都做个见证啊！北方赫连少帅深明大义，知道咱们 S 最近为了防汛和防盗，城防军费紧张，少帅特意自掏腰包，给咱们霍大帅的城防军捐了5箱足金。让我们大家一起给慷慨解囊的贺少帅鼓个掌！贺少帅大爷！苏小九，你敢坑老子！来人，把金条给我抢回来！进了我口袋的钱，你还想拿回去？做梦！你看这少帅，平时耀武扬威的，连人家小姑娘一脚都接不住。可不是嘛，开着装甲车来下品，结果被一脚踹飞了，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。敢来顾家撒野，也不打听打听本掌柜是谁，赶紧带着你的人滚蛋！快快快，都别愣着了，赶紧把金条全给我搬进房间里。本掌柜正愁怎么凑笔善款呢，这送上门的真金白银，正好拿去换成平价大米，发给那些穷苦百姓。苏小九，你给我！铁柱，跟你打听个事儿。如果有个脑子有坑的莽夫当着我的面给我老婆下聘，该怎么处理？哦，上帝啊！是谁这么大胆，竟然敢抢神仙姐姐？哼，一个北方的兵头子。小九现在两眼放光，根本顾不上看我。少廷哥哥，对付那种野蛮的军阀，你不能总是装柔弱，你得多展现你的男性魅力、肌肉、力量。你要像一只开屏的花孔雀，尽情散发你的荷尔蒙，让神仙姐姐为你疯狂，懂吗？少奶奶好。小九，你回来了，我刚才在运动。这沉甸甸的手感真是绝了。这5箱金条要是全换成布匹和粮食，足够苏南那些流民安稳度过这个雨季了。贺连峰这个神经病，倒也算是干了件积德的大好事。小九，这冷冰冰的金疙瘩有什么好抱的？我这么大个活人站在这半天了，你是一眼都不看。哪个不长眼的又来砸门？这疯狗还没完了是吧？你有完没完？又来砸门干什么？顾少廷，别躲在女人背后。是个男人，今天就跟我堂堂正正打一场肉搏，赢的人带走苏小九，输的人立刻带着你的人滚出 S 市。把你脑子里的水倒干净。顾少廷是个文人，每天就只知道拨算盘做生意，谁要跟你打架？
手，你打不过他的。没事，你在旁边看着就好。顾少要跟赫连少帅单挑，这不是送死吗？出招吧！躲什么？还手！顾少廷，小九，我确实打不过这些蛮横的军阀，我现在浑身都疼，手也使不上劲儿了，以后可能都没法帮你打算盘。阿强，扶少爷进去。顾少廷，就这点本事还敢出来？废物！动手！听清楚了，以后再敢来找我和顾少廷的麻烦，本掌柜就废了你！老子非他不娶！阿强，关门放狗。是，少奶奶，把咱们家的猛犬牵出来送客。贺少帅，我们少奶奶说了，对付你们用这2条小狗就足够了，慢走不送。能捞回来一点是一点儿。哎，你们少帅怎么还偷狗呢？小九，你听说了吗？北方前线的战况现在非常吃紧，怎么回事？北方军不是一直装备精良吗？最近海外的敌对势力为了逼迫贺连峰出让北方的矿权，联合起来封锁了所有的医疗物资渠道。现在贺连峰的军队在前线死伤惨重，伤员每天都在增加，严重缺乏救命的消炎药。行长先生，请您通融通融，我们急需这批药品救人命。No， 我们不能把药品卖给你，这是上面的命令。前线将士在流血打仗，保家卫国，绝不能让洋人在这时候卡了咱们华国人的脖子。明珠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动用顾家商行的所有海外渠道，按成本价给贺连峰筹集这批药品，1分钱差价我都不赚。哟，这可是要赔本赚吆喝的买卖。咱们向来只认钱的大掌柜，今天怎么舍得了？顾少廷，你少在这阴阳怪气，钱没了，本掌柜可以再赚回来。这良心要是没了，那就什么都没了。夫人说的对，我这就去办。接通顾家案线，立刻联系南阳的那位不受海外商会控制的通货商。阿强，去地库提2大箱金条出来。少爷，现在市面上药价疯涨，带这么多现金去，洋人现在不收汇票，只称真金白银。为了确保这批救命药万无一失，必须现款交易。少帅，前线的电报又来催了，伤员们快撑不住了。先不，看清楚了，全都是低于成本价，1分钱差价，本掌柜都没要。剩下的物资今晚会通过顾家的专列火车给你送过去。小九，我贺连峰欠你1条命。烧了那些药，一下都别留！上！他们没力气了！敢动我顾家的货，一个不留！顾少廷，苏小姐，今天的大恩我记下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北方军就是顾氏商行最坚实的盟友。贺少帅，爽快！你这人真是太上道了。不过你的货都齐了，不用回北方前线坐镇吗？前线有我父亲坐镇，他说我在那儿就是个莽夫，让我留在南方筹备物资，别回去给他捣乱。少廷哥哥，
不好了，我刚刚收到一个慈善晚宴的请柬，恐怕是场针对你们的鸿门宴。各位，由于 S 市连日暴雨，物资短缺，从今天起，我名下的金氏商行将全面接管市面上的所有物资调配。在座的各位商户，只有掏钱购买我金氏的平价物资份额，才能继续做生意。作为 S 市的表率，我要求顾氏商行今晚立刻捐出10万大洋。金木尘，你打着慈善的幌子，干的却是强买强卖的勾当。你这是在吸全城商户的血！10万大洋，抢钱抢到本掌柜头上来了！嘿，什么狗屁财阀，打着慈善的广子，在这里明抢是不是？大家都听好了，我顾家的大洋，那是一分一毫辛辛苦苦赚来的，绝不会交给你这个穿西装的斯文败类！你要钱1分没有，要命，姑奶奶我也不给！顾太太脾气真大，不过没关系，不出3天，你们顾家会跪着把这10万大洋送上门。少奶奶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说。咱们订购的大米、粗棉布、中西药供应商今天早上全跑了，金木尘以双倍高价暗中买断，市面上连1粒米都买不到了。这种恶意囤积居奇、发国难财的行为，巡捕房的人是瞎了还是死了？他们为什么不管？小九，过来，看看这个，你就知道巡捕房为什么不管了。秦牧尘早就用重金买通了巡捕房高层，他们现在是一丘之貉。好啊，黑白通吃是吧？我看你们今天能不能把这些救命粮运走！罚了你了！敢劫金老板的货！苏家掌柜当街抢劫物资，袭击巡捕房，来人，把他当场逮捕！顾氏商行涉嫌包庇，立刻贴封票查封！这是赔偿车玻璃的钱，顾家按规矩赔钱。谁敢动顾家人一根头发，你们大可以开枪试试看。顾老板痛快，我们走。差点就中计了，我要是真打了巡捕，金木尘就有合法的借口查封顾家。行行好吧，孩子快饿死了。外头金家商行的米价全都翻了整整5倍。我手里这块大洋，现在连1碗稀粥都换不来了。半个月前1块大洋能买10斤米，5块大洋，现在金家要5块大洋才给1斤，去死吗？这不是逼着我们老百姓去死吗？掌柜的，把顾家备用的4个地下粮仓全部给我打开！大家听好了，我顾家米铺绝不发这种丧尽天良的国难财。今天起，大米按半个月前的原价敞开卖，人人都有份儿。顾太太真是大好人啊，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。接到商会举报，顾家米铺恶意低价抛售粮食，扰乱市场秩序。扰乱市场，别人高价吸血你们不管，本掌柜平价救人，你们来查封。想查封，先问问我这沙袋答不答应。我看谁敢动！老子的兵现在吃的全都是顾家的粮，谁
谁敢动顾家的人一根指头，老子今天就把他打成筛子！阿强，看懂了吗？金木尘根本不是为了查封米铺。少爷，那他派巡捕来干什么？他在故意激怒小九，逼迫顾家开仓放粮。他想用这全城的难民，活生生耗干顾家的现金流和库存。立刻启动第2套方案，动用所有海外暗桩，全面切断金木尘在南阳的外部资金链。是。顾太太，你的善心很感人，但可惜撑不了几天。顾家的粮仓再大，最多只能供应全城难民3天。3天后，等粮仓见底，你猜猜，这些饿疯了的难民会不会为了抢最后一口米，亲手砸了顾家100年商行的招牌？连日大雨，城里已经爆发了风寒瘟疫，市面上所有的西药和中药材，现在都在我金氏的仓库里。签下这份合同，把顾家最核心的3条远洋航线转让给我，否则 S 市的这几万难民就只能在泥水里等死。你这个人渣！小九，住手！别冲动，你当街打死商会主席，只会给巡捕房直接武力查封顾家的把柄。不值得为这种垃圾脏了你的手。顾少廷，你找死！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封铺，强行查封！封铺，立刻查封！阿强，这是 S 市总商会的联合声明。队长，你大可以贴上封篇，但我保证，封铺的第2天早上，你收受金氏商行贿赂的全部账单和高清照片就会准时出现在 S 市各大报纸的头条上。到时候，不知道巡捕房总局保不保得住你这身皮？出队，全都推回车里！顾家的粮食很快就会卖完，封不封也没什么区别。开车走。少奶奶，少奶奶，你快上去看看吧！二小姐因为连日暴雨受了凉，肺痨复发了，从早上就开始高烧不退。少奶奶，城里的中药西药全被金木尘高价买断了，现在没药可用，如果再退不下霜，二小姐恐怕撑不过3天了。金木尘，你断全城的药就是为了逼我低头！爸妈，你们照顾好小七，我去黑市碰碰运气。掌柜的，止咳药、退烧药有多少我全要了。哎呦，小姑娘，您就是搬座金山来也没用啊！黑市的药贩子全被金老板的人盯死了，市面上现在连一盒消炎药都没有。您快走吧，别连累我。大家别被顾家骗了，顾家表面上开仓卖平价粮装好人，背地里就是他们囤积货物导致物价疯涨了。看看，这就是证据。顾家才是这次发国难财的幕后黑手，他们想把咱们活活饿死、病死。顾家不给我们活路，跟他们拼了！姐姐，小七好难受。金木尘，你不给活路，本掌柜今天就是硬抢，也要把药抢回来。欺人太甚！
姐姐，小七好难受。大家看啊，顾家拿棍子要杀人灭口了，冲进去抢粮食抢药啊！拿了顾家抢药啊！别急，前面有孩子。阿强，谁也不准对老百姓红手，给我顶住！顾老板，听令妹这动静，恐怕是撑不了多久了吧？瓶子里装着的是市面上绝迹的进口肺炎特效药，用顾家最赚钱的3条远洋主航线控制权换这瓶救命药，另外附赠50卡车平价粮食，帮你们平息门外暴民的怒火。这笔买卖，你们稳赚不赔。做你的春秋大梦。顾老板，赶紧签字吧，晚1分钟令妹就多1份危险。门外那群饿疯了的难民，随时会冲进来把故宫馆砸个稀巴烂。顾少廷，别写！那3条航线是我们一点一点趟出来的，绝不能就这么交给他。金老板，你确定你们金家吃得下这3条航线？金木尘，顾家的航线1寸也不会让。好，很好。顾太太连自己亲妹妹的死活都不顾，真是铁石心肠。我倒要看看你们明天怎么收场！各位乡亲，我顾少廷在此立誓，3天之内，顾家一定会调来平价粮食。如果做不到，我顾少廷愿意散尽顾家全部家财，绝不食言。阿强，拿粗木棍从里面把大门彻底封死。是，少爷。一只苍蝇也不准放进来。神仙姐姐，药。药弄到了，我动用南洋商会的关系，从一艘刚靠岸的外籍货轮上高价截下来的2瓶进口特效药。铁柱，谢了。姐姐，顾少廷，小七他人呢？顾少廷，你在这看什么呢？金木尘花重金买通巡捕，封锁了 S 市所有的深水大码头，但他忽略了乡下那些交戳纵横的浅水河道。别忘了，我们顾家发迹前靠的就是这些走街串巷、吃水极浅的小货轮。阿强，立刻启动顾家隐藏的乡下货运网络，派出300艘小货轮，化整为零，连夜走内陆支流，去外省给我调运大批平价粗粮。少爷，顾家账面上的流动现金前2天全部用来买药支援北方军了，现在账上空虚，去外省买粮，咱们没钱付定金啊。就我的，我1分钱都不留。好，阿强，把小九的钱装箱，立刻从后门运走。铁柱，该你出场了，去掏空金木尘的口袋。金老板，故宫馆大门封死，整整1夜没有任何动静。顾家的账面上也调不出1分钱了，顾少廷已经是瓮中之鳖了。不出2天，他们就会跪着来求我。Gentlemen,
这位是亚历山大少爷，他代表欧洲皇室需要立刻采购一批最顶级的丝绸，用于下个月的皇室大婚。亚历山大少爷开出高于市场价3倍的收购价格，但这笔生意有个条件，3天内必须交齐所有货物。这副没钱周转，这简直是主动送上来的超级肥肉，我绝对不能错过。没问题，这笔生意我们金氏接了。快，立刻通知上行上下，动用我们账面上去市面上个疯狂扫货，把 S 市所有的顶级丝绸全部收购过来，我要赚翻这笔钱。正宗苏杭顶级丝绸现货，比市面价低1成，只收现大洋，不收汇票。全包了，立刻装车。顾少廷，你这招偷梁换木简直绝了！咱们仓库里那些积压了5年、受潮发霉的烂布，竟然全被金木尘当宝贝买走了。金木尘太贪心，短短2天，他不仅把囤积居空赚来的黑心钱全吐了出来，连金氏商行的本金也已经被我们彻底抽干了。顾少廷，咱们这次是真的赢了啊！亚历山大少爷，全城最顶级的丝绸都在这儿了，一匹不少，尾款可以结了吧？金老板，你拿这种一撕就破的烂布胎糊弄洋人，当本少爷是收破烂的吗？你会说中文？合同作废，金木尘，你用劣质残次品欺诈欧洲皇室，准备好立刻赔偿10倍的违约金吧。这全都是假的，这一定是顾少林给我下的局。你竟然拿这些破烂来掏空我的现金！财务，商行账面上还有多少钱？金老板，咱们为了高价收这批丝绸，账面上已经没钱了。金老板，不好了，顾家的几百艘小货轮已经装满了平价粗粮，马上就要抵达城南的潜水码头了。带上所有人跟我去潜水码头，把顾家的运粮船全部烧光。我死也要拉着顾家陪葬，1粒米都不准进城。撤！掉头，去城南的黑帮堂口。顾家收购这么多粮食，今天必须向梁商支付大笔现金尾款。顾家的现金全都存放在顾氏银行的地下金库里，只要没了钱，梁商当场就会翻脸。经理，立刻准备10万现大洋，梁商马上就到，当面结清尾款。是，少奶奶，您跟我来。大掌柜，门卡死了，大门彻底变形，从里面根本推不动。完了，外面的大火很快就会把金库里的阳气耗尽，我们都会被活活憋死在这里的。顾氏银行被炸了，顾家的钱全部被烧成灰了，顾家破产了，大家在顾氏银行存了钱的，快去取钱啊！晚了就全没了。我的全部家当都在顾家存着呢，钱要是没了，咱们全家都得饿死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银行抢钱啊！把钱还给我们！我要取钱，立刻取钱！阿强，铁柱在，带上所有人排成人墙，把人群强行分开，在正门口留出一条通道来。怎么回事？小九人呢？少爷，金库被炸了，少奶奶和经理被困在起火的地下金库里了。立刻去找铁脚和切割剑，快！少奶奶，我不行了。
让开点，姑奶奶要拆门了！给我起！哇！快，管子建好没有？大家都看清楚了，顾家金库的大门现在完全敞开，金库里面堆满了刚刚调来的银元和金条，顾家有的是钱买粮赈灾。谁想取钱，现在就可以排队去前台拿，本掌柜亲自给你们办。该死的东西！怎么，你想抓我吗？贺少帅，这里是 S 市，你没有任何执法权，敢动我就是跟整个商会和巡捕房作对。你想挑起两军开战吗？让开！金老板，顾家那些买粮的小货轮已经进入黄浦江的各大潜水支流了，马上就能进城。商行账上虽然没钱了，但我还有私库。把这2根金条送给看守水闸的人，告诉他，立刻以防水为借口，降下所有水闸，用大铁链给我锁死。把剩下的送给城外的山匪，让他们立刻在陆路运输的必经之路上制造人为塌方。我要把顾家的运粮通道彻底变成死路。少爷，水路被水警局的水闸锁死了，陆路也突然发生了大规模塌方，咱们的运粮队伍全被堵在城外了。备车，我动用商会元老的身份，亲自去跟水警局长谈判交涉。跟那群贪官交涉太慢了，等你们谈出结果，城里的百姓都饿死绝了。今天这批粮，我亲自去押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下面的人听着，上面下了防汛禁令，任何人不得开闸。你们赶紧把船开走，别在这儿闹事。你敢硬闯！砸开锁也没用，这千斤闸的绞盘人力根本摇不开，没有钥匙，你们谁也别想过去。贺连峰，将军人上来！上！1、2、3，给我砸！1粒米都不准进城！弟兄们，保护苏小姐，冲！兄弟们，金老板发话了，今天谁敢把这批粮运过去，就敲断谁的腿！金木尘这个缩头乌龟，就派了你们群废物来挡我的路。姑奶奶的救命粮你们也敢拦，找死！臭娘们还挺辣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，废了他！我看谁敢动老子护着的人！北方军在此，谁敢在我吉布老子打成马蜂窝！少奶奶，不行啊，这泥太深了，车轱辘全陷进去了，连马都跪在泥里起不来。少奶奶，距离顾家成都的放粮时间只剩下不到3个小时了，现在全城的百姓都在顾家门口眼巴巴的等着呢。这要是运不到，顾家百年商行的招牌可就彻底砸在咱们手里了。车走不了，就用人背。
发什么愣？往我左肩上再放一袋！使不得啊，少奶奶，您千金之躯，这可是200斤啊，压坏了我们可赔不起。我让你放，再给我背上摞一袋！各位，全城的老百姓现在就指望这批救命粮，我苏小九一个女人都能扛得起这300斤，你们这群大老爷们儿，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城里的婆娘孩子饿死吗？今天谁能把这米扛过山头，扛过去一袋，顾家当赏1捆现大洋。少奶奶一个女人都拼命了，咱们怕什么？干了！好气魄！北方军的弟兄们，都给老子扛粮！神仙姐姐，我也来。开仓，放粮！滚！我说过3天后还款，再敢催我就毙了你！金老板，全完了，老百姓全都在顾家买平价粮，咱们高价囤积的粮食现在1粒都卖不出去了，而且因为连日暴雨，咱们租的临时仓库漏水，底层的大米全都发霉了。外资银行刚刚全面冻结了我们的账户，商行的资金链也彻底断了。金老板，你破产，你在 S 市的所有资产，包括这间办公室，顾家现在按废铁的价格全面接管。金老板，这是活动资金，我们要你境外军再还一天顾家明天发往北方的军需货车。彻底切断北方军的补给，这笔钱就是你的了。阿强，不对劲，少爷，怎么了？这趟运往北方的列车，原定主干线非常安全，但调度单上却以铁轨塌方为由，临时改到荒野峡谷。荒野峡谷那里地形险要，这趟车不仅装满了救命的药品，还有一批支援前线赫连大帅的绝密武器配件。这临时改道，绝对有诈。去军火库提10把冲锋枪，我不相信上会安排的那些押车警卫，我要亲自带队上火车押运这批物资。隐蔽，靠窗还击！把重机枪推上来，给我把车厢打烂！火力太猛，挡不住了！所有人带上受伤的弟兄，撤进倒数第3节纯钢运火枪。明白，兄弟们，跟我走！只有3发子弹了。顾少廷，别做缩头乌龟了，乖乖打开门，交出武器配件和药品，我留你一具全尸。否则，我立刻用炸药把这节车厢连人有货一起炸上天！弹尽粮绝，看来今天要交代在这里了。神仙姐姐，出事了！少廷哥哥押运的货车在峡谷被金木尘的雇佣军给截肢了。什么？金木尘这个杂碎，敢动我的人，我看他是活腻了！没时间耗了，把烈性炸药包全部贴在门上，连人带货给我一起炸上天！对方要炸门，阿强，带所有人寻找掩体，护住武器配件。只要门一破，就算死，我也要拉金木池垫背。顾少廷，开门，收你来了！舅舅，
你来了。给我开枪！打死那个女人！小九，躲开！是小九，他追上来了。就是现在，起！站住！立刻举起手投降，否则我们开枪了。投降，在我的字典里就没这2个字。开火，打断他的腿！找死！松手！破铜烂铁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！现在该我了。顾少廷，你不要命了！受了这么重的伤还硬撑，你想让我刚过门就守寡吗？我这不是还没死吗？金木尘是个疯子，他在武器箱最底下绑了一个定时炸弹，而且已经启动了。小九，退后，找掩体，我来打断定时装置。你疯了！子弹一旦擦出火花，咱这一车厢人全都得上天。还有1分钟，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区别？还不如搏一把。炸药包是被几根黄铜丝缠绕在车厢底座上的，没用的，那是工业铜线，没有大型老虎钳根本解不开。老虎钳算什么？时间来不及了！炸了！这爆炸的威力，顾少廷和那车物资，现在肯定已经粉身碎骨了。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儿。减速，准备停车，带几个人跟我去后面，我要亲眼验看顾少廷被炸成碎块。金老板，没炸，后面的货箱完好无损。顾家的人把炸药包提前扔出来，在半空中炸了！一群废物！把锅炉底的火门全部打开，往里疯狂加煤炭！顾少廷，我看你这次怎么活！走。怎么回事？这火车的速度怎么越来越快了？制动气阀被毁，火车彻底失控了。前面就是段云峡，那里是一座被炸毁的断桥，下面是100丈深渊。火车现在的速度已经完全失控，前方5里就是段云峡的断桥，一旦冲上去，所有人连人有货都会摔进100丈深渊，粉身碎骨。不能跳车吗？车速太快了。唯一的办法就是爬到车头和货箱的连接处，强行将后半截车厢脱钩。伤成这样还逞能，给我在后面待着！小九，快看，有炸
住你，继续砸！给我断！满车厢的军火和特效药全保住了，这得换多少现大洋啊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货一箱没少，算你命大。不是我命大，是因为有你，我才命大。顾少廷，你们已经无路可逃了，立刻放下武器，交出车厢里的武器配件和药品，留你们全尸。留全尸？就凭你们这群连主子都弃车逃命了的丧家之犬？对付这种垃圾，3发也足够。车里的货是北方军的命，今天谁敢往前踏一步，姑奶奶就把他打成筛子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开火，把他们打成肉泥！北方军在此，给我全歼这群狗腿子，一个都不准放跑！撤退，上卡车，快跑！打扫战场，把这群杂碎全部捆成粽子押走。这是什么烈性大药炸的？切口怎么这么平整？没用炸药，我嫌那破铁钩子太碍事，顺手用这根撬棍把它砸断了。小九姐，你这简直是霸王在世，天生神力啊！小九，顾少廷，你怎么了？伤口又疼了？没错，感觉我快要休克了。贺连峰，你离我们远点！你那大嗓门别吓着我家顾少廷！你顾少廷还要不要脸？苏少将，顾老板奉大帅之命，准备接收车厢内的军需物资。开箱，点货。顾老板，苏少将，数量一分不差。这批物资接了前线10万大军的燃眉之急，我代表大帅和前线将士谢过2位。这笔买卖不仅保住了顾家的本钱，赚的利润还能在城外再设置10个石州棚。这下 S 市的老百姓算是有救了。快看快看！少奶奶半夜去把私奔的2个人抓回来了，少爷和少帅竟然还敢并肩走进来，这简直是明目张胆的3角恋啊！顾少廷，他们说你们俩……顾家的规矩都学到哪里去了？我和赫连少帅是朋友，谁再敢在府里造谣传谣，立刻赶出去！哼，就是，老子喜欢的是娇滴滴的小姑娘，谁要跟这个整天算计钱的铁公鸡在一起？顾家的公账早就交给你了，这些是我这些年自己攒下的私人小金库，老头子都不知道，现在他们全归你了。以后就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了，只能靠夫人发零花钱了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私房钱比我挣的多多了，老天爷，我彻底暴富了！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本姑娘以后帮你吃香的喝辣的，以后你在 S 市横着走，我护你一辈子。少爷少奶奶，二爷带着一家老小在正厅候着了。二爷说想正式给当家人敬杯茶，赔个不是。看来顾家的新规矩该由顾夫人去立一立了。走，去会会你这好二叔。少爷少奶奶，二叔以前猪油蒙了心，多有得罪，从今往后顾家全凭少爷和少奶奶做主，请当家人喝茶。
二叔，这茶我喝了，以后这顾家的规矩得按我苏小九的来，懂吗？懂，全听少奶奶的。谨遵少奶奶吩咐。哎，顾老板，我其实挺好奇的，你和贺连峰到底传言从哪出来的？你是不是欠收拾了？你这反应不对劲儿啊，肯定是心虚了。救命啊！顾大少恼羞成怒，杀人灭口了。顾夫人，现在整个顾家都是你的了，你还想往哪跑？我这不是怕你破产了心里难受，给你个台阶下吗？老婆，我把全副身家、地契，连同南阳那边的私产都交给你了。我现在是顾家最穷的人。那是，你现在可是个吃软饭的，得看本掌柜的脸色行事。那我这个月的零花钱，夫人打算给多少？我今天想出门喝杯咖啡，连买单的钱都没有。喏，1块大洋，你现在吃我的住我的，衣服也是我给你买，1块大洋不少了。都听老婆的，老婆打通了远洋航线，又平息了战，是过段时间你太辛苦。我看国外都流行度蜜月，我觉得必须给你补上。顾家造船厂最新下水了一艘顶级豪华游轮，我们去海外度蜜月，好好放松一下，怎么样？坐大游轮度蜜月，这还差不多，3定良心，准了。燃油费、200名船人工资，还有这些食物和酒水的采购费，为什么全都要我出钱结算？少奶奶，少爷吩咐了，这次是私人航程，不走商行的公账。顾少廷，你1分钱没有，你跟我说你请我度蜜月，这简直是在割我的肉，我不去了。老婆，这艘船行驶的路线可是你亲手打下的远洋江山，只有你这位最厉害的大掌柜才配得上这等排场。钱没了我们再赚，但属于我们的蜜月只有这一次。这男人的嘴真是骗人的鬼。可是他说的好有道理啊！欢迎大掌柜少爷登船。这得花多少钱啊？每一脚踩的都是金子。既来之则安之，顾夫人，敬我们的蜜月之旅。看在这杯好酒的份上，本少将就好好享受一下。看看昔日的 S 市首富顾大少，现在连商川的钱都要女人掏。东方有句老话叫“吃软饭”。他现在就是一个靠女人养的废物。那个年份最久的红酒给我开2瓶，包船花了我那么多大洋，老娘今天非得把本钱吃回来不可。哟，这不是曾经在 S 市呼风唤雨的首富顾少廷先生吗？怎么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这里？听说你把所有资产都交给了你太太，连买杯咖啡的钱都没有，堂堂一个大男人，沦落到当个妻管严，真是丢尽了商人的脸。我看你现在就是个离开女人活不下去的废物。说完了。我顾少廷的事，还轮不到你们来操心。这群跳梁小丑也敢来坏我的兴致。老婆，怎么了？谁惹你了？他们无缘无故跑过来骂我，他们笑话我没钱，说我是个只会吃软饭的废人，还嫌弃我身体不好，说我丢人。老婆，我被他们气得心口疼。以前的旧伤好像也要犯了。你胡说什么？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要脸？
掌柜，你有什么吩咐？顶层那个视野最好的米其林餐厅，我出3倍的价格，今天全天包场，专门给我家夫君喝下午池鸭鸡。是，马上为你安排清场，绝不让任何人打扰。还有，立刻把这些闲杂人等从这片甲板给我清出去！听懂了吗？走，少爷，咱们去顶层吃好吃的，不理那些人。谢谢老婆给我撑腰。这羊羔血味道真不错，快尝尝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你今天可是全场最漂亮的女主角，注意点形象。神仙姐姐，神仙姐姐，我来了！神仙姐姐，你今晚简直是全场最美丽的东方女神，这朵玫瑰只有你才配得上。铁柱，你怎么也上船了？我想神仙姐姐了嘛，特意花高价买了贵宾票登船的。神仙姐姐，我能有幸请你跳今晚的开场舞吗？不能，顾夫人要跳舞，也是跟我跳。少廷哥哥，你以前腿受过伤，身体一直很弱，这华尔兹可是很耗费体力的运动，万一你等会儿喘不上气晕倒了，神仙姐姐可是会心疼的。姐姐，我年轻体力好，还是我陪你跳吧。不用你操心，我体力好得很。老婆，我们走。姐姐答应我的玫瑰花，就是答应跟我跳舞了。放手！你先放！你们俩自己抱一块跳去吧，别耽误老娘吃东西。怎么回事？停电了吗？我的项链去哪儿了？谁踩了我的脚？小九，别动，我在。顾少廷，这停电不对劲。神仙姐姐，我掩护你们。各位乘客请注意，不要慌乱，我们遭遇了。游轮对外的无线电通讯设备被切断了，有人强行接管了驾驶舱。去看看备用发电机。各位尊贵的先生们、女士们，不用按警报了，
这艘船的安保系统已经全面瘫痪。我们的目标是船底金库中的那一批顶级展览品。在此期间，你们所有人都必须乖乖配合。把身上所有的现金、珠宝、名表全部扔到袋子里，谁敢反抗，我就送他去海里喂鲨鱼。快点，把戒指给摘下来！住手！你们这群强盗！我是约翰国海外商会的第一继承人亚历山大。你们敢动这艘船上的人，我的家族和舰队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敢在老娘的船上抢劫还打我的人，今天非把你们的骨头拆了不可！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高手。别白费力气了，这是最新研发的迷药，专门针对肌肉神经。小小，别怕。继续躲。老大，人数不对，少谁了？刚才在那边的那个顾家大掌柜，还有那个顾少廷不见了。游轮在大海上，他们插翅难飞。有5个人看住人质，剩下的人全副武装，立刻给我搜查整艘游轮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一点力气都使不上，我保护不了你了。这艘游轮是顾家造船厂出厂的，每一个盲区、暗道和电路走向都在我的脑子里。小小，你就在这里躲着，千万别出去。仔细搜，每个房间都别放过。
灭了，小心点！有埋伏！这还是那个天涯海对能找我樱花姐和顾少义吗？等我，我去拿解药。解药找到了。老大，下面发生了爆炸，肯定是官方的海警强行登船了。动作这么快！一队去甲板拦截，2队去动力舱守住底舱入口，绝对不能让他们切断逃跑路线！快去！小九，忍着点儿。这力气回来的感觉真痛快。走吧，去拿回我们的场子。用枪都没意思，走，找他们收账去。国际救援队和海警的快艇已经靠岸了，大批武装人员正在强行登船。少义哥哥，神仙姐姐，你们没事太好了！快把这个混蛋交给甲板上的海警长官！我要当众揭发他的抢劫罪行，让国际法庭枪毙他！不行。为什么？大盗首领背后牵扯着庞大的海外犯罪集团和多国资金，如果此时当众对质宣布罪行，必然会引来繁琐的国际外交纠纷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名下的所有海外隐秘资产，一旦走漏风声，就会被官方立刻查封冻结。那怎么办？所以，不能公开审判。我们需要用另一种方式，
让他把吃进去的全部吐出来。明白了。到时候我们忙活这么久，连一个铜板都捞不到，白白出力。这可是老娘拼了命打下来的战利品，他们想截胡，门都没有。少爷说的对，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。先把人押进去。给老娘装死，敢出声我就捏断你的脖子！现在外面没人了，我们来关起门，好好算算账。顾少廷，你最好现在放了我。我在海外资产过亿，手下全是亡命之徒。是吗？哼，拿到账册又怎样？那上面全是海外暗码，没有我的密码本，你们这辈子都别想解开。这种老套的凯撒移位密码加上瑞士银行的双重变位法，在孤家情报网面前，不过是小孩子的把戏。你怎么会？你在北美第7大道的秘密安全屋，代号黑鸭。你在开门群岛注册了3个空壳公司，用来洗钱。只要我下令封锁所有黑市走私港口，不出半个月，你集团的资金链就会全面断裂。你休想吓唬我！我1分钱都不会交出来！死鸭子嘴硬，跟这种人讲道理，不如讲点武力。立刻交出你多年来在海外抢掠积攒的所有不义之财，写下所有隐秘账户的无注明密码和控制权。怎么，这支笔太重了，拿不动？要不要我帮你捏着写？不，我现在就写。顾夫人，收工。里面的人听着，我们是海警搜查队，立刻开门接受例行搜查，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破门。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退后！长官辛苦了，我们在避难时，在更衣柜里发现了这个企图躲藏的暴徒。他似乎想袭击我们，于是我顺手将其制服了。顾先生，顾太太，多亏了你们出手。这个人是国际通缉的要犯，你们帮了我们大忙。个10、百、千、万、10万！我的老天爷！这次黑吃黑弄来的巨额海外资产，不仅把这趟包船度蜜月的钱全赚回来了，还翻了成百上千倍！
这帮海盗平时这么猖狂，抢了那么多不义之财，这下终于栽跟头，全归我了。我又有钱可以继续给城防军做慈善了。少爷，你太厉害了，这招手段真是高明。不动一兵一卒就把人家的牢底给掏空了。我爱死你了！只要顾夫人满意，以后天天给你印钞票，顾家大掌柜的位子永远非你莫属。不行，这么多钱拿在手里不踏实，我得赶紧把这些宝贝锁进这屋里的保险箱里。小九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可能是迷药的副作用。这片沙滩，这栋别墅，加上这天然深水港，天哪！这座岛现在的市值起码得翻3倍。少爷，快走！我们赶紧去清点一下岛上的产业，看看哪里还能开发个度假村赚钱。奇怪，怎么突然这么困？小九，是不是刚才在船上吹了海风，喝点新鲜椰汁解解乏？一定是那群杀千刀的国际大盗，他们在游轮上放的那个什么破迷药，肯定有后遗症。老娘现在不仅浑身没劲，还想吐。这一身绝世武功要是被他们毒废了，我非去把他们的脑壳端了不可。少爷你干嘛？我自己能走。别动！立刻封锁整个海岛，派飞机去 S 市，把商会里最好的医生全给我绑过来。是，少爷。立刻进去检查，查不出我太太体内的残余毒素，我就拆了你们在 S 市的所有医院。是，顾先生息怒，我们一定尽全力。小翠啊，你别哭，我这次估计是栽在洋人的迷药上。少奶奶，您别说胡话，您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听我说，我要交代一下后事。我死后，不要把我埋进苏家祖坟。少奶奶，您说什么呢？把我烧成灰，撒进海里。
花旗银行里有我存的10万大洋，如果我不在了，你拿2万回乡下嫁人，剩下的8万，你一定记得交给我爹娘和妹妹小七。还有汇丰银行的3号保险柜，密码是6个8，里面全是金条，你让少爷留着。笑什么？化验结果到底怎么样？他体内的毒素清除了没有？顾先生，您误会了，顾太太根本没有中毒。没中毒？那她为什么会浑身乏力，不停干呕？顾先生，顾太太是怀孕了，恭喜您，您要当爸爸了。身体的各项化验指标非常健康，之前的干呕和嗜睡是因为顾太太已经怀孕2个月了，恭喜顾先生。怀孕2个月，我要当父亲了，恭喜顾先生。少爷，你怎么连路都走不稳了？难道你也吸入残余毒气中毒了？小九，你没中毒，医生说你……我怎么了？你倒是快说啊！你有孩子了，2个月了。动作快点，把所有的桌角、茶几边缘还有楼梯扶手全部给我用厚棉花和绸布包起来。你干什么？我看账本啊，没有算盘我怎么算账？这把金算盘足足有10斤重，属于危险物品。从今天起，严禁你再触碰任何重物。10斤怎么了？老娘以前在码头扛几百斤的沙袋，在南洋单手刷过西班牙斗牛。这也不能动，那也不能碰，简直要把人憋疯了。张嘴，以后吃饭我亲自喂你。哟，大帅千金和杨少爷也来凑热闹啊！小九可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有孩子这么大事，我这个做闺蜜的自然要第一个到场。我是来看神仙姐姐的，少帅哥哥还是别挡路了。霍大小姐消息倒是灵通，比本帅还快一步。彼此，少帅也不慢。你们2个别吵了，快走吧。老婆，张嘴。啊。
霍小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孩子干妈的位置我提前预定了，这是法兰西南部带葡萄园的海外庄园地契，就当是给孩子的见面礼。干妈算什么？我才是看姐。这是一张北方刚探明的金矿地契，纯度极高。神仙姐姐，看我的！神仙姐姐，看我的！这些都是欧洲进口的玩具。神仙姐姐，我给宝宝当哥哥好不好？铁柱，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辈分？这也太贵重了吧！不贵不贵，给咱干儿子的。神仙姐姐喜欢就好。金矿庄园纯金玩具，这哪里是生孩子，这是生了个聚宝盆啊！诸位的好意我们心领了，但是这些东西顾家不需要。顾少廷，你少在这充大头蒜，白送的金矿你不要。我顾少廷行事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，我说不要就是不要。北方的金矿和法兰西的庄园加起来也比不上顾家手里垄断的。顾家的继承人有我这个首富亲爹就足够了，不需要外人来献殷勤。顾少廷，你别太小气了，我给小九的孩子送礼关你什么事儿？就是啊，少廷哥哥怎么这么霸道，连神仙姐姐交朋友都要管？哎，真是太让人窒息了。亚历山大，你再多说一句，我就让你的货船在公海上靠不了岸。小九，你看他们加起来岁数都不小了，还跟3岁小孩一样。没事儿，让他们闹吧，反正最后都得听我的。宝宝，你这几个干爹干妈可真有意思。这块是我的，我在北方打仗都没吃过这么好的羊排。不行，这是我要拿去给沈姐姐补身体的。你这个粗人不懂得女士优先吗？少帅，亚历山大大爷，你们别抢了。这块是少爷吩咐留给少奶奶的。少奶奶，那我更得抢了。你抢什么抢？那是给病人补身体的。行行行，让给他。不过这羊腿得归我。海风大，当心着凉。少爷，你看，咱们这个孩子出生就有好日子，不用像我小时候那样受苦了。等他会走路了，我就把毕生的武学教给他，让他谁也不怕，还要把我的算盘绝技传授给他，让他把洋人的钱全赚回咱们华过来。好，小九，无论未来有多少风雨，我永远是你最忠诚的后盾，陪你一起称霸上海。